妈呀，怎么感觉它不行了？哎呦！谁也不敢弄它。出来！它一直在跟个狗。妈呀，怎么感觉它不行了？哎呦！谁也不敢弄它。它这个小猫还有救吗？我在救它，但是我不知道，因为它没有心跳，没有呼吸。嗯。哎，还有一只小猫呢。啊！
哎呦，急坏了！我来，来，让开，我来抓，来，你让开，让开，宝贝。怎么进去的呀？我来。哇，你怎么爬进去的呀？好，回来了，没事。我是说为什么那个小猫一直在叫，搞得我都被吵醒了。怎么爬进去的呀？你怎么回事啊？啊，你不是出生的时候最弱吗？现在这么厉害，爬这么远。好了，把这个小笨蛋放回笼子里了，然后另外是两只，这个是老大，这个黄白菊是老大，这个三花妹妹是老二。别人说老大有点笨，然后老二的话，最聪明，一下就找到奶了，而且好像身体最好。老二是妹妹，然后这两个黄猫是这个黄白菊和这个最后出生的小橘子是弟弟。现在这个鱼汤应该已经凉的差不多了，温温的，我觉得这个温度应该可以直接拿去喂猫了。帅！哇，狂炫，暴风吸入，朋友们，狂炫！还可以嘛，我这个厨艺还可以嘛。看样子他很满意。我们来看一下小猫。我之前还不太分辨得出来，我现在分辨得出来了。这个是老大，然后这个是老二，这个是老幺。可以看一下分爪到哪。算了，不看，算了，不看。哎，像小葡萄一样，像那种就是粉红的那种多肉一样，它的小爪爪，好小。哇，真的暴风吸入，鱼汤还是香的哈。那为什么只喝汤不吃肉呢？你别过来，你别蹭我了，我求你了！我见你洗了好几遍腿了，快吃，好好炫你的饭，我走了，再见。拿点药啊！哪儿看得出来全是大便？我给你看吧。第一个呢没有太矮啊。看到了没？没有。没有，有，其实我也不太看得懂。有，它就是有骨头，没有太矮。可是它胃里面还有食物啊，吃了呀。吃啥？你弄吧。哎，我就是买回去的那个产后猫粮，然后还有。这里面还有食物。看这不是大便吗？看。一粒。啊，这么多啊！对呀。看这个看。
这是大便，这还有尿呢，看见没？一直到后面都是大便，一直到后面都是大便。回家了，回家了，来看猫猫了。Hello。多舒服嘞，对不对？躺着舒不舒服？真的是又换了垫子。我刚刚翻了一下这个猫砂，它还是没有拉臭虫，怎么办？医生说它肚子里有贼多臭虫，但是拉不出来。然后我让我先给它吃化毛膏，试试看能不能通便。但是现在情况就是也没有通便。说哪儿了？然后医生说，再不行就得买晒干布给他进去。我到了。然后我刚刚准备把这个就是昨天的猫粮给它扔了，因为它臭了。然后一开始往盒子里装，准备拿出去扔的时候，它突然过来。上猫粮啊，朋友们！我说那不是在帮我省钱，是不是？是不是会拿这个东西？他是不是在帮我省钱？他是不是怕自己浪费？帮我这怎么被你刨了满？独眼龙，笨蛋，独眼龙。然后这个是老三，老三还没有睁眼，还没有睁眼。妹妹三花，哎呦，三花妹妹真的长得很可爱，三花妹妹也没有睁眼。好，吃奶吃奶吃奶。
没有体温，测不出来，这个温度太低了。他就嘴巴反正一直就是这样，就像这样张着，然后就往外这样约，然后我就觉得，当时还没觉得有啥，就昨天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就它没有别的小猫有活力。昨天估计也没吃。对，还有那个最弱的那一只，都叫声还挺洪亮的，我从来接回去了之后没听它叫过。啊，他在这儿跟他妹妹两个打架。这么多方面。这是个什么睡姿？自从让他发现了这一块儿，从跳到洗衣机上来之后，可以看到我家厨房。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一只13斤重的母猫，然后它每天吃这个碗，跟我手差不多大的一个碗，吃。
我又开始梳猫啦。我的猫猫梳毛也很配合我，就躺着，它好像很享受的样子，很享受我给它梳毛。大家就是之前网友不是看我过敏嘛，然后给我推荐的那个防过敏的那个喷雾，就是每天梳完猫毛给它擦了，我再擦到它身上，我试了一下，真的挺管用的。我的过敏已经就是说有很大的缓解了。掉毛也不多，它掉毛是真的不多。再拿这个梳子，它里头有那个清洁药水，这个地方有清洁药水，然后再给它梳一遍。喜乐跑出来了，哎，我在小区里头找了一大圈了，包括我们小区的那个快递柜旁边，他之前发现他的地方，那里有他的一个猫窝，也找过了，死活就是找不到他。我晚上回去给他梳毛铲猫砂的时候，我把我家那个阳台打开了，他从4楼那里那个阳台那里有个洞，就是排水的地方，跑到隔壁楼的平台去了。然后我放小猫的叫声给他听，之前他也跑过一次，但是我放小猫的叫声给他听，但是他就直接回来了，所以他这次跑我也就没太在意。我想着等一下他自己我去不回来，我放一下声音他就回来了，没想到他这次怎么放他都不回来。臭喜乐，不要我跟孩子了，渣猫，给你养的白白胖胖，你就跑，哎呀，不行，他这次猫应该会自己认路回来的。我又出来找我们家喜乐了，我和小猫的叫声在小区院子里头到处吸引猫，没把喜乐吸引来了一只狸花猫。刚刚问了一下小区的保安，凌晨1点到早上5点多，现在这会儿有没有看到一只橘猫母猫？保安说看到过，就在小区里面院子1楼。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稍微心里好受一点了，至少有人看到它了。我再继续找一下，在小区里面继续找一下。他可千万别被什么虐猫的人逮走了，或者是其他的好心人看到他以为他是小区里流浪猫，然后给抓回去养了，那就麻烦了。哼，喜乐啊，喜乐，野了一晚上，好玩吗？啊，好不好玩？你给我气死我了！孩子都不要了，我也不要了，把我们丢下去。哎，谢天谢地，喜乐终于回来了。把抓回路上，哇，我真的是服
服了呀，家人们！我真的是服了呀！从店从开业到今天40天，整整40天，谁懂啊，家人们？我一天都没有休息，也就昨天月底，我们对了一下账，然后说早点回家，我12点钟就回家了。结果这个逆子，这个喜乐这个逆子就把我挠了，跑了，害我找他一晚上。白天找到的时候又因为碰到那个金毛，又把我挠了，真是气死我了。11点钟才到家呀，才打完针。我就不知道那个金毛有什么好让你怕的啊？看到那个金毛把你吓成那样啊？那个金毛过来给你打个招呼，讲一道好啊！我抱着你，你把我挠得浑身都是道道，有本事你去挠金毛啊！真的是，害得我又去打针，打疫苗，打1个月疫苗，打5针啊！1个月不能喝酒，不能喝咖啡，不能喝茶，我真服了呀！那鬼疫苗，什么还不能刷医保，还什么按公斤数，10公斤200块钱这样收费，打那个什么鬼，还打5针那个另外一个什么鬼，蛋白免疫疫苗。哎呦，你真的是遗传了我们家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个牛啊，喜乐你真棒啊！啊，你全部这事儿猫，喜乐你在干啥？妈呀！哎呦！哎，不能！哎呦！哎！快看墙！是啊，跟我闹着玩了，现在让我跟你玩了。因为经过了这几天的那个就是防过敏喷雾的喷那个效果吧，然后我感觉自己对它过敏程度减轻了很多，所以今天就是大胆的让它来我的卧室玩一下，但是还是不能上床，它上床就会被我推下去。事情是这样的，晚上的时候，我把喜乐带出去遛弯去了，然后带到店里去玩去了，大概带出去了2个小时，然后我就把那个笼子关起来，把平平和安安放在笼子里，然后把喜乐的猫砂铲了之后，我觉得，然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喜乐原本有半碗猫粮的。走的时候我记得有半碗猫粮，然后猫碗翻了，并且猫粮空了，碗特别干净，这是我重新又给它加上的水也全部都没了，这都是我重新又给它加上的。然后并且我刚刚看了一下平平和安的安这样的，安安的精神状态有点不太好了，而且我本来开始觉得如果是其他的野猫什么的来我家里把粮食偷吃了，那也就罢了。但是我现在觉得安安的这个状态不太好，而且，来安安看一下，这里有一个血洞，然后这边胳膊这里好像也有2个洞。我现在就怀疑。就是因为这个笼子，成年猫是肯定，我关上了之后，成年猫是肯定伤害不了它们的，进不来的。它这种小洞，
这个它这么小的猫怎么吃消炎药啊？这样不剂量很难搞，很难搞是吧？就是剂量要一叠一叠，吃多了啪啦啪啦也不好。是的。那只能带你先上一套看看。就是医生发现他耳朵这个地方也被咬了，这里还要给萍萍也做一下处理。这就是给安安已经包扎好了，然后医生说回来之后看他喝奶的情况，如果他喝奶不好的话，就可能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像他这种小猫也只能给他就是擦点这个碘伏和消炎药，然后包扎一下，免得它甜。然后我感觉安安这喝奶情况不是很好啊，而且怎么蔫蔫的，我这样拽着他都没啥反应，就蔫蔫的。然后我刚喂他奶，这喝一半吐一半。萍萍和安安啥时候要是有齐乐这个吃奶的劲儿就好了。给萍萍安安喂奶，现在喂的就是喝一半他们掉一半，这齐乐喝的嘎嘎炫。满满一碗猫粮，还有2根火腿肠，全吃完了，吃这么干净啊！这个笼子买的有什么用啊？抓也抓不到它，可恶啊！气死我了！就留了几根毛，就留下了几根毛，这个毛绝对不是喜乐的，因为它上面有花纹。这个毛不是喜乐的，对，喜乐没有这种下面是黄的，上面是黑的这种毛。我这搞了半天就抓住了它几根毛。
完了，场面控制不住。喜乐加油，喜乐加油，喜乐骂他，喜乐打他。好了，喜乐，明天就把他送到医院去，把他嘎了，给你报仇啊，给你的孩子报仇。好了，喜乐。哎呦，喜乐这个样子，我是不敢过去抓他的。上次他也是这个样子，就把我给挠了。喜乐生气的时候，我都不敢去。真的被这只小梨花惊人的破坏力整无语了，我整个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地上也乱七八糟的，铺的尿垫也被它挠碎了都，监控也被它扯断了，线也被它扯断了，还得重新接。我这段时间是甭想在外面晾衣服，也不需要洗衣服了，根本不用出去。而且我刚晾在外面的衣服，估计全报废了，得重新洗。这实在沙白圈也给弄掉了。
买点双氧水帮它挤在伤口上。哎呀，凶的不行。这么高一个猫包，你还能自己爬上去？你帮我看着。哎，今天没有凶吗？可以的，我跟你对视了。别叫了啊！再在我家住一天，你就可以润了。烦死你了！你说你是个冻干棒，你怎么娘奶母？你怎么跟个小老虎一样？公怪你是？哎呦我操！搞什么啊？哎呦我操！你还学护，你还搞护食这一套啊？你是哎，搞什么？搞什么？下去。一会儿给我发视频啊！我才不想他呢，天天上我床。去姐姐家待几天啊？去跟姐姐玩。
Hello， 朋友们，今天终于要送小梨花离开我家了，非常的开心。大家也可以看得到藏龙岛的整个环境啊，是非常的好，非常适合小野猫生存。干嘛？你吸一下，它会吹你，然后吐掉你，别，就跑了，钻到了。它就会跑啊，它知道跑。它挺会钻。咱们家的零食是吃不完的啊！别叫，咱们家零食吃不完。安安每天要挨打，安安蛮皮的，平平就不挨打，安安每天要这样被蹬。谢谢老板，拜拜。平平，等一下司机就来接你啦，你就要去新家了，平平。去新家，去我发小家，他会好好照顾你的啊。去享福。哎，看看，这是我刚给他滴的驱虫药。驱虫药是这么滴的吧？乖了，宝贝儿，好乖呀！随便玩，给平平放了一袋湿粮，不知道路上够不够吃哦，蛮挑食的嘞。不罐罐吃又不吃湿粮了，是不是？还是罐罐好吃？这应该够他路上吃了。然后这个罐罐，这个铁罐子里头给他放点水，路上喝，然后把它塞航空箱里。天趁喜乐去医院绝育不在家，然后跟着网上学的办法，好好的就是来盘一盘安安，看能不能纠正一下他的性格，就是用一个尿垫把它包住，然后再用胶带缠上，把它缠成这个样子，然后就开始盘它。安安就一直是这样的，就是
抓住它，它就是死了，就很老实很乖。你把它一放开呢，它就钻着你到处就找不到了。它最后甚至它在我的身上睡着了，被我盘睡着了。感觉这样把小猫，因为后面第2天、第3天的时候就把它放在我床上，它也就趴在我床上不动，很乖。现在也没有绑它，也没什么的。咬人的这个坏毛病还是有一点，但是它只要每次咬我，我就会把手指就是戳到它嘴巴里面，希望它能够记住吧。它这个性格，它现在性格有毛病的地方就在于说，第一，它躲人，它不亲人；第二，你去抓它的时候呢，它会哈人；然后第三就是吃饭会护食，然后太活跃了，喜欢在家里跑酷，把东西打翻。这种性格我都暂时我觉得我不敢送出去领养。姐姐是没问题 OK 的，我怕她送出去领养要挨揍，怕是一天到晚的要挨不少毒打，实在是有点欠不得的。明明把它捉住是好的，就是可以放着陪它一起玩，但是就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捉住它的时候它就很调皮。